大家好，今天谈及的话题让我对欧洲政客又多了一份厌恶，等下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算得上谈判高手，直到他遇到中国。咱们也看见了，面对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中国没有选择跪下，而是针锋相对，还打出了稀土牌。不到半个月，特朗普反而先跪下了，与中国达成了暂缓90天的协议，关税也回调了。原以为中国做了个榜样，其他国家也会跟进，哪知道上周日本与美国达成了完全算得上卖国的协议。有网友说，如果李鸿章看到这个协议，他可能都觉得自己是爱国者了。美日达成的协议大概是这样的：美国对日本的税率为15%，日本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投资90%的利润必须留在美国。日本同意增加美国大米进口配额，立即把从美国进口的大米增加75%。日本购买8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包括玉米、大豆、肥料、可持续航空燃料等。日本购买100架波音等美国产民用飞机。日本简化美国汽车进口流程，对美国汽车开放日本市场。朋友们，这无异于又一个广场协议啊！本以为日本够上选辱国的，哪知道3天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本人亲自跑到苏格兰与特朗普达成的肮脏交易，更令人瞠目结舌。美欧达成的协议是这样的：美国将对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27国对美国开放市场，每特定商品零关税。欧盟将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欧盟承诺增加对美投资6000亿美元。欧盟将加大对美国军火的采购力度。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药品实行更高的汇率。药品是欧盟出口到美国的最大宗商品，这不在本次15%的关税协议范围内，还要更高。另外还要购买天量的美国能源产品以及6000亿美元投资。所以结果来看，欧盟比日本还要上选辱国。大家都看到了，日欧被美国耍得团团转，割腰子，而他们竟然还有点感恩戴德似的。问题是，冯德莱恩有欧盟的授权吗？这么重大的事项，冯德莱恩和特朗普只谈了1个小时就把事搞定了。在谈判现场，特朗普意气风发，而另一边，冯德莱恩正襟危坐，像个被训话的小学生，真是够讽刺的。可见欧洲被美国渗透成了筛子都不止啊！这次很多欧洲人表示很受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愤怒地说，冯德莱恩被特朗普给吃了。而法国批评与美达成的协议是欧盟的卑躬屈膝。西班牙表示反对，而意大利与德国表示欢迎。那么朋友们，德国媒体以及德国老百姓对此怎么看呢？咱们先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欧盟和美国在关税争端中达成一致。美国和欧盟在贸易争端中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根据该方案，美国将对欧盟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和美国已就缓解持续数月的关税冲突达成原则性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苏格兰举行高层会谈后，双方共同宣布了这一消息。这将是史上最宏大的协议。特朗普在其位于苏格兰坦博里的高尔夫度假村会晤后表示，冯德莱恩称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并表示现在我们达成了协议，这很好。根据特朗普的说法，大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将维持在15%，汽车行业也不例外。冯德莱恩表示，这些关税将有助于使两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重新恢复平衡。此外，双方还就一系列产品达成零关税协议。冯德莱恩称，这些产品包括特定的航空部件、化学品、仿制药、半导体设备、农产品以及一些关键原材料。据他所言，商定的15%美国关税同样适用于医药产品和半导体。协议还规定，欧盟将大规模采购美国能源和军事装备。特朗普向记者表示，欧盟还将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
他称能源方面的协议是这项协议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钢铁和铝材的进口关税则维持原先的50%不变。这是个全球性问题，将保持现状，特朗普说道。欧盟曾担忧贸易战爆发，特朗普此前威胁称，若无法达成妥协，将从8月起对欧盟统一征收30%关税。这位美国总统对美国与中国、日本和欧盟等多国和地区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表示不满。早前也明确，欧盟对美出口商品将面临比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更高的关税。欧盟在谈判中的核心目标是将关税控制在特朗普最新宣布的30%税率之下。冯德莱恩在会谈前夕评价特朗普是强硬但公正的谈判者。多数欧盟成员国认为，贸易争端升级的风险比高关税更具威胁。基民盟主席梅尔茨近期多次呼吁尽快达成协议，宁可简单快速解决，也不要陷入长达数月的复杂谈判僵局。欧洲对美国军事能力的依赖削弱了欧盟谈判地位，各方担忧，若贸易争端升级，特朗普可能再次质疑北约框架下的集体防御承诺。鉴于俄罗斯构成的威胁，这一风险在欧盟东部成员国看来尤为严峻。朋友们，对于如此夸张的丧权辱国的所谓协议，德国韭菜们又怎么看呢？我们先看看德国《时代报》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希望双方能执行对等关税税率，现在该是对美国产品开征数字税的时候了。德国知识补充：欧洲政客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美国豢养的家奴。美国那些 IT 企业如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等，在欧洲赚得盆满钵满，但几乎不用纳税。这几年只是偶尔几亿、几十亿罚款而已。他们的欧洲总部一直设在爱尔兰这个避税天堂。继续往下，可惜啊，我们没有德国版特朗普。这人在短时间内为他们的国家争取的利益太惊人了，强得难以置信。再往下，15%的关税实在太高了，千万别因为特朗普曾经威胁要征收100%的关税，就误以为现在这个税率还算合理。可悲的是，欧盟委员会居然还要为此庆功。下一则，我们理解错吧？我们的产品被加征关税，而我们不仅不实施报复性关税，还要承诺去那边投资，这得被坑到什么程度才能答应这种条件呀？继续往下，干得漂亮，特朗普，让欧盟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希望我们很快就能仿效特朗普模式，既然自甘为侏儒，就别怪被人当矮子看。再往下，笑死了，在30%和0%之间取个中间值，这种谈判我派几个小学生去都能谈得更好，至少他们更靠谱。再往下，这场交易的内容是我们投资美国，我们购买美国能源，欧盟对美国出口还要被征收15%的关税，而我们得到了什么？屁吗？下一则，这可是自1929年以来最高的综合关税税率啊，肯定会很顺利的，我保证。手动狗头。继续往下，美国民众要支付15%的欧洲商品关税，而欧洲消费者却享受0%的美国商品关税，谁占便宜一目了然。本质上，特朗普这相当于在美国引入了增值税，估计能让他们那边的通胀增往上涨。再往下，这简直是特朗普的全线胜利啊！我们非但没能在国际舞台上对抗这头蛮牛，反而低头屈服了。而且再过几个月，就等着迎接新要价吧。谁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套把戏对特朗普管用呢？他满嘴胡扯，什么危害国家安全，提出各种离谱要求，而对方就乖乖就范，能砍掉一半条件就感恩戴德了。既然这招凑效，特朗普当然会故技重施，
他要是不这么干才是傻子呢。眼下这份贸易协议根本一文不值，别忘了连他自己谈的美墨加协定 USMCA 取代 NAFTA 的新协议，想撕毁不就撕毁了？下一则，这根本不是妥协，而是欧盟的无条件投降。继续往下，欧盟本想如猛虎出击，结果成了特朗普的脚踏垫。再往下，美国优先确实凑效了，让美国人变得更富裕，这正是选民选择特朗普的原因。更平衡的贸易账目，更多投资，靠军火出口赚钱，而非为他人安全买单，减少无谓的政府开支，降低税率。我们真正需要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政治人物，而不是那些为左翼 NGO、全球移民或为援助秘鲁自行车道忙活的家伙。再往下，采购美国能源，我预感到了可怕的事，又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肮脏交易，气候保护嘛，完蛋了。下一则，总算达成了关税协议了，现在我们又有了美国这个可靠伙伴，希望美国机场别再抽查欧洲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了，这样我终于能去纽约看那些超棒的音乐剧了。好，朋友们，从以上网民评论看，没有一个赞成这个协议的。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让最无能的政客去和特朗普谈判，简直荒谬可笑。继续往下，在我看来，冯德莱恩简直无能至极呀。咱们看跟帖，还有更糟的呢，比如默克尔或者维德尔。德国之士补充，维德尔是德国右翼选择党的党魁。继续往下，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欢呼的？我们讨论的可是15%的关税呀！美国单方面对欧洲产品加征关税，只会抬高我们商品在美国的售价，这根本就是双输局面。消费者最终要为此买单，而欧洲企业的利润也将缩水。更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宣称欧盟已同意：一、购买价值7500亿的美国能源；二、向美国追加6000亿美元投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德国和欧洲本土的投资，而不是让产业外流到美国。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美国至今仍未取消对铝制品和汽车征收的高额关税。再往下，这协议太棒了，不仅要承受15%的关税，欧盟还得从美国进口7500亿欧元的能源，并向美国直接投资6000亿欧元，连日本当年签订的协议都比这个划算。我已经知道欧洲哪个国家要当这个谈判烂摊子的冤大头了。再往下，那就该让他的美国 IT 巨头们老老实实在欧洲缴纳利润税。特朗普根本不公平，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再往下，这才是真正的大交易，从原本的零关税到30%的威胁关税，最后敲定15%。特朗普深谙此道，可惜我们的政客在国际谈判中总是如此软弱。下一则，美国喜提胜利协议，恭喜了！欧盟被耍得团团转，同喜。好，各位，法国强烈批评美欧协议是欧盟的卑躬屈膝。对此，德国网民怎么看呢？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这完全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投降，就因为3家车企高管的诉求，7.5亿欧洲人被集体出卖，白送才是更准确的说法。我们根本没换来任何回报，对我们的商品加税只会壮大美国企业，还要追加6500亿投资，7000亿化石能源采购，外加军事装备，还能蠢到什么程度？答案就在这。大国想要生存，就必须减少依赖。我们现在对中美依赖已经太深了，如今对美国的依赖反而变本加厉。更糟的是，
我们向全世界传递的地缘政治信号是，谁都能来敲诈我们。这个传统从默克尔时代就开始了，这是彻头彻尾的灾难，最终代价将远超特朗普原本要加征的关税，天文数字级的远超。再往下，作为欧盟公民，我反对这份协议，更拒绝与勒索者达成任何交易。德国知识点评：你这欧盟的一个屁民，你反对有什么屁用吗？好，下一则。我完全赞同法国人的立场，这简直忍无可忍。欧盟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难道就不能有一次展现强硬决断力吗？我衷心希望欧盟议会不要草率通过这项决定，而是立即阻止这份协议，越快越好。继续往下，贝莱德系的弗里德里希这次可真是功不可没呀，附庸化进程又攀新高。德国知识说明，这里是讽刺曾在美国贝莱德任职的德国总理默茨为美国马首是瞻。再往下，没错，卑躬屈膝这个说法一针见血。真正具备战略思维的欧盟本该与加拿大等国联手，而眼下这份所谓协议，尽管欧盟市场体量占优，结果却比英国获得的条款更糟糕。再往下，这就是过度依赖他人，本质上沦为一群争吵幼童的下场。欧盟本是全球最强大的贸易区，却偏要像4岁小孩般内斗，战略眼光更是完全不在线。就拿法德来说，你们真觉得靠争夺领导权来破坏欧洲联合防务项目很明智吗？至于匈牙利和汽车产业的问题，已经无需赘叙了。可悲的是，我们蠢到不会善用自身实力，那就只能当个舔狗认命了。下一则，法国总理说的对，冯德莱恩在特朗普面前束手无策，这点我早料到了，但如此彻底的卑躬屈膝，连我都感到震惊。继续往下，布鲁塞尔的制裁狂热分子们当然可以在周日会议前一劳永逸地叫停北溪，并通过对华非法刺激制裁，但既然自甘弱势，就别对糟糕结果怨天尤人。正如欧盟议员松内伯恩所言，欧盟委员会已完全被反俄仇恨腐蚀，为此不惜牺牲一切，哪怕多么疯狂荒谬。再往下，难怪法国人看不惯这份协议，他们可不像我们德国人，动不动就给法西斯分子下跪。下一则，早就料到了，政客们竟是些没骨气的软蛋，反正花的又不是他们的钱，对上阿谀奉承，对下重拳出击，特别是那些基民盟的冯德莱恩之流最擅长这套，简直令人作呕。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马克龙才是冯德莱恩能上位的主因。既然把欧盟要职当政治皮球踢，就别怪最后竟是些庸才掌权。好，各位，今天到此结束咱们本期的节目吧。大家可以发现，其实绝大部分德语区网民对此很愤怒又很无奈。欧盟各国对冯德莱恩与特朗普达成的协议也意见不一，内讧不断，凸显欧盟其实就是一盘散沙，各国心怀鬼胎，这样根本无法抗衡美国，又加上军事上过度依赖美国，无法自主，因此注定了源源不断被美国放血的命运。这是欧洲人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